因为太过叛逆，她被富豪父亲带着来了乡下。参观农场时，女孩跟在众人身后，脸上写满了不耐烦3个字。然而就在她准备想办法逃离这里时，视线中出现了一个身材健硕的男人，嘴角微微扬起，反映了她的心理变化。内心对这次的乡下之旅更是有了期待。可她的这种心思还没升起多久，就惊讶地发现手机在这里竟没有信号。安妮首先想到的并非是解决手机信号问题，而是终于有了与健硕男人搭话的正当理由。 Get internet connection. No, we're in nature, so you won't get a signal out here. We're miles from everything. 解释了这片地方没有通网后，男人好心劝诫道：“你应该去换双鞋子。” What's wrong with them? They're my favorite. No, they look good. We have snakes. Yeah, Snakes? that's why I'm wearing boots. 听到会有蛇出没，安妮立刻装出一副惊慌的样子。杰克见状果然上套， I'll walk you back. But be careful, because your shoes are going to get you in trouble.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此刻已经成为了看似柔弱的安妮的猎物。夜幕降临，透过窗户，他看到庄园内几名工作人员围在餐桌上有说有笑。待他们都离开后，现场只剩下杰克一人时，他一袭轻薄纱质睡衣出现。 Are there really snakes here? Oh, yeah. Especially at night. I see you didn't take my advice about shoes. 安妮站立在那里，身姿妩媚，没有回复他的话，双眼直勾勾盯着杰克的眼睛，似是察觉到了他的心思。 So we had a long day, followed by an early morning. Have a good night. 看着他离去的身影，安妮不禁怀疑起了自己的魅力。杰克那副高冷的样子，让他心中产生了浓浓的挫败感，内心更加坚定了拿下他的决心。然而还不等他展开新一轮的追求，次日清晨，安妮就被告知了一个消息：父母的一个朋友再婚了，他们要赶回去参加婚礼。令二老怎么也没想到的是，来的路上就一直吵嚷着要回去的安妮，竟主动选择了留下。他们只以为是女儿喜欢这里的农场生活，索性也就没有强求。在父母离开之后，安妮第一时间找到杰克，谎称要去城里办事，请求他开车带自己去，本意是创造与他单独相处的机会。 We got a lot to do. You could walk. How far is it? About 9 miles. Are you joking, right? 杰克没有再答话，他又一次的被拒绝了。夜晚，安妮一个人来到门口，正思考下一步搭讪杰克的计划时，灌木丛里一个绿色蛇形的东西出现在视线，他被吓得惊声尖叫。住在附近的工作人员前来查看情况，这其中就包括了杰克。 What's that? There is a snake there! There! 留下一人保护安妮，他缓步走向了灌木丛，可等靠近了才发现， This is your snake. Take care of this. 杰克只以为这又是安妮搭讪自己的小把戏。支开同事后，他一脸无奈道：“你不该把心思花在我身上，这里还有很多有趣的活动。” Maybe you should try it out. Try what? Just see what's around you. Experience it a little bit. 闻言，安妮本没什么兴趣，可直到听杰克说明天开始你可以跟着我，我带你好好感受下真正的乡野生活。这么好的独处机会摆在眼前，安妮自然不肯放过，果断答应了杰克。但万万没想到，他口中的感受生活竟然是做苦力。现在反悔已然是晚了。安妮拿着铁锹，不情不愿地跟着来了后院。 Okay. You get him out. Thank you. 挖树桩、捡野果、摆放枯木，从小生活在温室里的他解锁了农活出体验，身心带来的疲惫无以言表。然而杰克将这些看在眼中，却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的想法。 Fix it. I think you do. Okay. 摆弄比自己还重的木门，尽管心中再不情愿，他也咬牙坚持到了最后。中午，他们来了大树底下休息，杰克有些诧异，仿佛是不敢相信安妮竟然可以坚持下来。一番表扬之后，两人的肚子同时发出响声。 Let me cook you something. Can you cook? I can try. Okay. 洗漱完毕，他们来了杰克家门口用餐，挨着彼此坐下。安妮犹豫后发问道 May I ask you a personal thing? Sure. Are you single? Yeah. I mean, I'm here all the time, so I don't really have time for relationship. 得到确定的答案之后，今天干活所带来的疲惫一扫而空。次日清晨，压根儿不用杰克喊他起床，安妮早早便来了约定的地方等待。新的一天，他又接触了一些新鲜事物，掏鸡蛋、扫院落、摘梨子。只是2天的适应，安妮便发现自己竟然有些喜欢上了这样充实的生活。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加，彼此的关系愈发熟络。然而还不等他对杰克展开下一步的攻势，安妮就忽然发现，庄园内喜欢他的好像不止自己一人。看着两人有说有笑的样子，起初只是贪恋他身材的安妮，内心竟不知为何升起一股莫名的醋意。短暂的相处已经让他对杰克产生了情愫。为了弄明白两人之间的关系，安妮找到了庄园内的另一名工作人员，隐晦地询问了这件事情。They're just
really good friends. They met when they were a kid, and now they're just like brother and sister. Just really good friends. 从他的口中得知，女人与杰克从小便是孤儿，他们一起在孤儿院长大，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胜似亲兄妹。听闻这些，安妮心中一块大石放下的同时，同情起杰克的遭遇，怎么也没想到他竟然是一名被父母遗弃的孤儿。以感谢这段时间的照顾为由，安妮邀请了他来家里吃饭。太阳透过窗户将整个房间映照得昏黄。起初话题是欢快的，笑声不断，可到了后来，安妮问起他的身世，话题渐渐开始变得沉重。1个小时的交心畅谈，一瓶红酒已经下肚，太阳也即将要落山。借着酒水所带来的微醺，加上情感宣泄之后片刻宁静产生的暧昧氛围，安妮鬼使神差地主动吻上了正要起身离开的杰克。他们触之即分，彼此都羞涩地低下了头。两人的关系在这天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次日，父母参加完婚礼返回，正要去干农活的安妮途中遇到了两人。Hey, how was the wedding? 见女儿主动与他们打招呼，二老脸上顿时绽放出笑容，内心感到了不真实。Was that Isabella? Yeah. 在女儿的鼓动下，他们也开始加入做农活的队列中。因为有了父母的存在，两人的相处不再那般明目张胆。安妮心中很清楚，父亲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自己爱上一位农场工人。然而他哪里知道，杰克的工人身份不过是层掩护，其真正的财富一点不比他的父亲少。数日的共处，美好的爱情带给他的不单单只有甜蜜，更还有性情上的转变。不知从何时起，受杰克的感染，安妮收起了暴躁易怒的张扬性格，而这样的改变带来的是一家的和睦。三人久违的在一起嬉笑玩闹，女儿的变化被他们看在眼中，欣慰的同时也都感叹了这趟乡下没白来。和谐充实的生活再次持续了几天，终于在一天的中午，二老将要在3天后离开的决定告知了安妮。因为不想好不容易修复的家庭关系破裂，尽管心中很不舍离开杰克，可他也还是点头答应了下来。异地恋固然会很煎熬，但也总好过家庭再次分崩离析。在安妮认为，与杰克这样的牧场工人在一起注定了会惹恼父亲。当晚，他组织了所有人，准备在餐桌上告诉大家他们要离开的消息。可是人还没到齐，一伙不速之客就出现了。Hey, you! Give me your earrings! Who are you? Fuck you! Shut up! You! Empty your pocket! 有些愣神的众人迫于这帮匪徒的威慑，纷纷就准备拿出身上值钱的物件。可也就在这时， You're trespassing. You need to leave right now. 匪徒们根本不理会杰克的话，反倒是挑衅的走近，想要给他点教训。但殊不知杰克是个练家子，3两下便挟持了其中一名匪徒。另一位牧场工人出现，很快他们就控制住了局面。确定了没有造成损失后，杰克放走了他们。然而这却遭到了父亲的不满。What the hell was all that about? Listen, I'm sorry about that. It's the country. And you're going to call the police? Mr. Davenport, we don't call the police. What do you mean you don't call the police? 面对质问，杰克表示这2个人身后肯定还有组织，得罪他们得不偿失。安妮从他的回答中捕捉到一些细节，为什么杰克会有不追究的权利？这种事情不是应该由农场主定夺的吗？将疑问保留，待父母喝多离去后，他设法支走了杰克，而后询问了这个自己曾经的假想敌杰克从小的经历是怎样的。似是聊到了感兴趣的话题，女人喋喋不休地讲了起来。起初还好，就是一些上学趣事，但到了后面 Then he goes to America and builds a software company from scratch and sells it for millions. This is the guy who had a small dream and achieved so much. Oh. Then he buys this estate, then he buys buildings. He owns this entire property. Couple of properties What do in you town. mean? Matt own all of this place? 听到安妮的疑问，女人这才回过神来，知道说的话有些多了，于是借口家里着火，急忙回了住处。身份的转变让安妮看到了两人可以厮守在一起的希望。第2天，她约了杰克见面。Why don't you tell me that you own all this place? I mean, it's not a secret. I don't like how people treat you when they think you're important or you're wealthy or you have land. They look at you differently. So, I'm just doing what makes me happy. Enjoying it and not dealing with the bullshit, fake people. 之后，他找到父亲，准备将自己与杰克的恋情告知，可却听他率先开口道：“有些事我一直想跟你说。” And it was about us, about family, about your mother. And it goes back a long way. 原来安妮的生母早就已经过世，如今陪伴在父亲身边的是他的继母。I didn't see it coming. When you were 3 years old, she had an affair. 安妮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母亲会是那样的人，刚要反驳，就听父亲继续说道 She fell ill. She was taken into hospital with
renal failure and they diagnosed cancer. 之后，他通过调查发现，外遇不过是安妮母亲请人演的一场戏。因为当时家中经济条件并不好，他很清楚自己昂贵的治疗费用会拖累整个家庭，所以才会想尽办法与安妮父亲离婚。等到父亲发现真相，治疗已然是来不及了。也是自那之后，他开始拼命挣钱，不想让亡妻的悲剧上演在身边的其他人身上。那时的安妮才8岁，因为工作繁忙和不够心细的原因，她无暇照顾女儿，然后也就有了如今的继母。而这也成为了安妮的叛逆根源。她从小便认为是父亲水性杨花抛弃了母亲，所以对继母有着莫名的敌意，多年来都是如此。长期以往，她与父母的关系越来越差。二老为了改变这种相处模式，才有了这次的乡下之旅，目的就是为了通过相处促进彼此之间的感情。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从小缺失父爱的她在这里邂逅了一个可以给到她爱的男人。That I love you and I always have. I always will. And I want you. I just want you to give me another chance. I want to be your father. Will you give me another chance? 得知这段往事，安妮心中常年积攒的怨气消失不见。如果说先前的和谐共处使得父女两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修复，如今的他们才算真正的消弭了彼此的间隙与隔阂。经此一事，安妮心中开始有些矛盾。虽然她很想留在杰克身边，但心中同样对这个重新温暖起来的家抱有憧憬。百般犹豫之后，她决定将一切交给命运，看杰克是否选择挽留。可直至离开当天，她也都没有向安妮开口，甚至没有出来送别。她心情复杂的上了车，时不时看向窗外的举动反映了她的内心。她期待杰克会出现，似是为了回应。在即将要走出农场范围时，一个身影出现在视线中。他们缓步向着彼此走近，很快便对面而战。不明其中情况的父母也跟了过来。If I'm not interrupting anything, would somebody please tell me what is happening here? I want to stay here. Oh, really? What? With Farm Boy here, the American. 继母倒是不在意杰克的身份，可父亲却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You can stay. As long as you like. You can all stay. Yeah, right. So you've got the authority to say that, yeah, right. Well, yes, I'm the owner. 父亲毫不避讳地发出嘲笑，指责杰克为了骗自己女儿谎话连篇。他初来这里时可是见过庄园的负责人。Sergio's my accountant. Your accountant? 眼看父亲还不肯离去， Now you're trespassing, so I could get my bodyguard Fabio to escort you. No, thank you. That will not be necessary, right? Yeah, Let's go. But I have questions. Let's go. Yeah, Come on, let's go. I will explain to you in the car. 伴随着他在农场住下，与杰克开启一段甜蜜且美好的人生。电影至此结束。